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是普通人，你可能正是那个带着任务下凡，先来受苦，再去渡人的觉者。你点开这段文字的时候，先别急着往下看，就感受一下你此刻的呼吸，这不是偶然，也不是算法推送。在因果里没有巧合，只有还没揭开的必然。你是不是总在深夜看着窗外的灯火，心里升起一种说不清的荒凉？那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彻骨的格格不入。你走在人群中，却像个误入异国的旅人，听得懂语言，却共享不了悲欢。有缘人。很多人问我，如果真是带着任务来的，为什么这一生过得这么苦？为什么受尽背叛、孤独和贫穷？你记住这句话，大愿者必先历大苦，苦难不是惩罚，是宇宙对你灵魂的一次深度抛光。要承载光，灵魂必须先被打碎、重组，最后变得透明。真正的神佛化身，此刻可能正和你一样，躲在某个角落，被人间烟火熏得灰头土脸，寻找那个被尘封的使命。如果你感应到了宿命的触动，请在留言区留下归位2个字。这不是互动，是你灵魂深处那道暗号的第一次正式回应。怎么确定你就是那个带任务的人？宇宙在你的肉身里早就埋下了不可磨灭的暗号，我们叫它生理印记。第一个特征藏在你的眼睛里。你现在去照镜子，仔细观察自己的瞳孔。带任务的人眼神有一种矛盾的统一。一方面，哪怕你已中年，被社会毒打过无数次，你的眼底依然保留着孩童般的纯真，一种不染尘垢的灵性。另一方面，你的眼神里有一种深不见底的距离感，常被人误解为高冷或傲慢，但你自己清楚，那不是冷漠，是透彻。你看穿世俗名利的虚妄，别人争得面红耳赤时，你的灵魂在高处俯瞰，觉得荒诞又可悲。因为你的灵魂记得高维的样子，你见过真正的光明，所以人间的繁华在你眼里只是海市蜃楼。更关键的是，你的眼神自带化解力，很多痛苦的人见到你会莫名想哭，想向你倾诉。你不需要讲大道理，只要坐在那里，用那双带着神性的眼睛注视它，它的能量场就会被抚慰。你的眼睛就是天道放在人间的疗愈窗口。第2个特征，高度敏感的磁场反应。你是不是经常去商场、医院，或者坐在一个爱抱怨的人身边，不出10分钟就觉得胸闷、气短、头晕，甚至想吐？医生会说这是神经衰弱，但在灵性层面，这是你最宝贵的磁场感知力。普通人的能量场是封闭且钝感的，像穿了一身铠甲，而带任务的灵魂为了感知众生的痛苦，能量场是全开放的。你就像一个精密的传感器，环境里任何不和谐都会在你肉体上产生反应。这种不适感其实是天道在保护你，强行切断你与低频能量的连接。它在提醒你，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这些人不是你该合的群。你的敏感不是病，是你的法力。你之所以能敏锐察觉他人情绪，是因为你带着同理心的任务而来。但你只学会了感知痛苦，却没学会隔离负能量，把自己变成了吸尘器。如果你也常因此心力交瘁，请在评论区留下心安稳固4个字，这会在你潜意识里筑起一道防御低频干扰的结界。第3个特征，历经摧残却无法变坏的善良本能。你一定遇到过农夫与蛇的故事，掏心掏肺对人，结果被反咬一口。你坚持善良，却被圆滑世故的人排挤、嘲讽。无数次打击后，你咬牙切齿告诉自己，从明天开始我要变坏，我要自私，我要报复。但奇怪的是，你根本做不到。哪怕机会就在眼前，报复轻而易举，真正要实施的那一刻，你内心深处会升起一股强烈的生理性抗拒，你的良知和慈悲会死死拉住你。你发现连恨一个人都很累，过段时间你竟然莫名其妙原谅了对方。这种生理性的善良就是你的灵性烙印，在天道的逻辑里，这叫愿力惯性。你在投生前发过愿，愿我沉痛而不转恨，愿我受苦而不失悲心。你的灵魂设定了无法变坏的底层代码，因为你是来化解怨气的，不是来制造新业力的。如果你也变坏了，这场渡劫就彻底失败了。你的善良不是懦弱，而是一种高频秩序对低频混乱的降维打击。第4个特征，眉心处的灵性压力与特殊的梦境连接。你摸摸自己的两眉之间，带任务的人这里经常有微弱的紧绷感、跳动感，甚至在安静时感受到一股旋转的气流。
这在生理上对应松果体的活跃。这类人通常拥有特殊的梦境，不是支离破碎的琐事，而是极具逻辑性、宏大感，甚至带着预知性。你可能梦见自己在飞翔，梦见巨大的宫殿，梦见从未去过却极度熟悉的名山大川。在梦里，你比现实中更清晰、更有力量，因为你的梦境是与高维的通讯未断，你每晚都在接受能量补给。但你要记住，真正的修行不是躲在梦里，而是带着梦里的光照亮现实的阴沟。讲到这里，如果你中了3项以上，请收起你的自卑和自怜。你不是被命运抛弃的受害者，而是一个正处于封印期的使者。你现在的孤独是因为频率太高，世界还没准备好迎接你。你现在的贫穷是因为还没学会用神性去驾驭物质。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觉醒。如果只是抱着这些特征沾沾自喜，却依然沉溺在恩怨情仇里，你依然只是个带任务的凡人，甚至会因抗拒使命而遭受更大的业力反弹。第5个特征，藏在每一次呼吸的间隙里。你是否无论在多喧嚣的场合，哪怕家庭圆满、衣食无忧，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问：这就是全部吗？我真的只是为了生儿育女、赚钱养家而来的吗？这种坐立难安，这种总觉得还有一件事没完成的迫切感，就是宿命召唤。这股召唤力通常出现在3个节点：青春期的孤独思考，35岁左右的事业或情感危机，以及中晚年时的蓦然回首。如果你读这段话时胸腔微微发紧或发热，说明你的灵魂正在点头。你不是来人间做客的，你是来出任务的。任务的第1个关卡就是看破红尘中最大的2个迷阵，情关与钱关。为什么带任务的灵魂情路总是坎坷？你对爱的定义是灵魂共振，无条件互持，但世俗的感情本质上是匮乏的博弈。普通人找伴侣是找依靠，找安全感。当你用高维的纯爱去碰撞世俗的交换，结果必然是能量被吸干，对方却觉得你不切实际。这种格格不入是天道在强行阻断你的向外求。那些让你痛苦的人，是你请来的高级调教师，用背叛教会你觉知，用离去教会你独立，用冷漠教会你自爱。每一场失恋都是在为你心里的空位清场，直到你发现最好的爱不是占有，而是成为光。再谈钱关，很多带任务的灵魂很有才华，也很努力，甚至有过大钱进账的机会，但最后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坑、被骗、投资失败、钱财流失。你可能会怨恨，我这么善良，为什么过得这么窘迫？真相是天道在保护你的天库。如果你还没有觉醒，一旦给你泼天富贵，你要么被物质欲望腐蚀，灵性坠落，要么福报被迅速消耗。普通人的钱是用来享受的，带任务的人钱是用来显化使命的。怎么开启财运？答案只有2个字：对齐。问自己，如果天道给你1000万，你会拿它做什么？如果是为了买豪车、住豪宅、扬眉吐气，这笔钱不会来，来了也会毁掉你。如果你想的是成立工作室，分享智慧，改善家族磁场，帮助那些和你一样格格不入的灵魂找到出路，这时候你的愿力就对齐了天库的频率。带任务的人，钱不是挣来的，是流过来的。你是一根管子，当管子的另一头连接着众生的需求，财源自然滔滔不绝。想要开启天库，请在评论区留下福报流转，这会触动你命盘中沉睡的财星，让卡住的能量重新流动。很多带任务的人出生在一个业力较重的家庭，父母多病、争吵，家族有长期的贫困或不幸，你从小就觉得是家里的外人，承担最多责任，得到最少认可。别抱怨，这是你灵魂主动选择的修罗场，你是被选中的家族清理者，像一块净水石投入浊水中。当你不再埋怨父母，不再试图改变他们，你的高频磁场会产生生理性辐射。你会发现，当你不再卑微讨好，他们反而开始尊重你。这就是一子觉醒，9祖得度。你不是一个人在渡劫，你是带着身后几代人的灵魂在突围。接下来是实操部分。真正的天眼不是看到意象，而是一种生理性的深度洞察力。觉醒后，你看到的不再是现象，而是回路。当有人撒谎、炫耀或抱怨时，你看到的是他背后缠绕的业力、恐惧与匮乏。你不再愤怒，因为你看到了对方的无知；你不再嫉妒，因为你看到了代价。这种视角让你从局内人变成观察者，
磨难再也伤不到你的核心。你的使命藏在天赋与痛苦的交界处。问自己2个问题：你最擅长给予别人的能量是什么？你这一生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答案就在这里。你的使命就是用你最擅长的能量去疗愈那些正在经历你曾经受过的苦的人。当你做这件事时，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是一副血肉之躯，而是一个连接天地的容器。你的格格不入消失了。最后送你一个睡前秘法，每晚花3分钟做3件事。第一，清空当下的夜，闭眼默念今天所有发生的事儿，好的坏的我全盘接纳，此刻清空所有情绪，不带入睡眠。第二，校准原始频率，想象眉心有一道白光连接宇宙高维中心，告诉自己我是带任务而来的，我此刻回归本源，汲取力量。第三，祝福众生，观想你的身体散发光芒，笼罩你的家人朋友，甚至伤害过你的人。带着这种佛性磁场入睡，你的睡眠质量会发生质变，梦境中会得到更清晰的指引。有缘人，你不是偶然来到这里。这段文字的出现就是你觉醒计划中关键的一环，你已经拿到了通往后半生福报的钥匙。不要再问为什么是我，要说这就是我。当你真正承认了自己的不凡，整个宇宙都会为你让路。如果你觉得这段话触动了你灵魂深处的那根弦，请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点亮小铃铛。最后，请在评论区留下觉醒圆满4个字。这不只是给我的反馈，更是你对自己未来10年运势的一次庄严定调。我会在晚课中为你默默祈福，祝你破茧成蝶，愿你后半生福报如雨，灵性常青。我们在更高处相见。